算关键时刻，这中美的晶片大战里面，现在川普他放行了，他放什么行？他说你 H200晶片好，我让你卖到中国去。但问题来了，中国的习近平会接受吗？之前中国不是讲很好听吗？我只要用我国产的晶片就好，我们要把它扶植起来。甚至外媒怎么形容？这或许是北京陷入了自尊与依赖的两难。但现在真的是这样吗？或许他已经不得不买。为什么是会这样说？你看到这个人，他是华为的创办人，叫做任正非。任正非在这个所谓企业座谈的时候，他讲出一段话。这段话他说：“我们当然渴望全球化，能享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重点是在下面。”他说：“我们在许多方面落后国内企业使用的晶片至少一代，但现在爱国心恐怕也失灵了。”你看到第二位，这人是谁？她是华为的公主，叫做孟晚舟。当时她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中国怎么吹她？她说：“你就是我们的中国英雄。”结果没有想到，几年的时间之内，你看到所有的年轻人现在把炮火都放到了她身上去，甚至有人怎么形容她？我们特别标示出来，有人叫她直接滚回加拿大，甚至你以后别再窜访中国。所以思彤，这样一路看起来 ，H200这件事情，大家吵了非常久，大家还在讲所谓的习近平的自尊还有依赖。但你说什么？这 H200，他不得不买。因为你技术、你的爱国心，尤其是技术上面，你完全没有办法追上的。没错，川普出了个难题给习近平，也就是说，他允许放行这个辉达的这个 H200呢卖到中国去。那卖到中国去的时候，赵尔，那现在习近平接是不接这个球啊？就没想到现在呢变成是个尴尬局面。为什么？你看这相关的研究就说，他们主要考量两件事。第一个是担心中国的这个美国在后面埋有后门，但是也担心没办法解决过于依赖的这个状况。然后另外一方面来说，中国积极推动国产品的替代，但如果转向美国晶片的话，能否放下自尊心成为焦点？就是自尊跟依赖，目前为止他们在衡量啊。我们要自尊的话，我们就不要买。但是呢，我们又不得不买，因为目前的中国的技术真的就是落后你嘛。我跟他讲，之前这个美国不是开发 H20给中国买吗？你知道中国下了一大堆订单，下了一大堆订单之后，结果后来是中国政府说不能够买，你只能拥有我们中国的。就现在 H200比 H20呢快上6倍。你觉得中国的客户 H20都买成这样，他会不会买 H200？当然会买。问题是现在习近平要不要开放？不知道，所以就变成是习近平的两难局面就在这边。好，那我说了，为什么他可能不得不开放？我们讲一个人，这叫任正非。过去我们讲到中国的科技化，他绝对是代表中的代表人物，华为的创办人。对，他讲什么？华为变成是中国的民族企业。你看他说，我们也渴望全球化，全球化就可以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就是美国。我们的自力更生是被迫无奈的，我全部要靠自己，是不敌全球化。他居然全靠自己，是不敌全球化，那什么意思？中国习近平不是也要靠自己吗？对，他不可能的。然后我们在许多方面是落后国内企业使用的晶片至少一代，什么？国内企业因为没被制裁，那我们现在用的，因为我们被制裁，所以我们落后它至少一代。那你跟我们讲，国内很多的这个中国国内很多企业是落后美国，所以他讲出无奈，他讲出真实的话。任正非是在对这个他们相关的年轻人座谈的时候讲到这些话。好，那我讲他讲出了中国目前为止科技落后美国的现实，他讲出来了，这是他讲的，不是我们讲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华为过去是中国高高在上，大家都说哇民族企业，可问题是最近的华为有点滑铁卢。对，为什么滑铁卢？第一个，他最近不是推出这个新手机吗？正好你有看到市场上有人在讨论吗？过去都是第一名啊，马上就霸榜，这次没有吗？没有霸榜啊。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孟晚舟来说，他当时不是这个被加拿大囚禁吗？加拿大囚禁，后来习近平亲自部署，然后他回来中国的时候，你看坐中国的包机回来，你看回到中国的时候，风风光光的。对啊，没错，还没挥手啊，俨然变成是所谓的这个中国的民族英雄啊。那时候中国，你看他回到中国的时候，还这样子大啦啦的办了很多活动，就没想到现在变成什么？现在如果你去看当初那个影片，他回国的影片，下面的留言已经风向变了。来，导播，我们一个看。当年孟晚舟回来的时候，我先来看多风光，英雄欢迎你，对，欢迎回家，一声中国吼，对，欢迎回家，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祖国不会忘了你，祖国欢迎你回家。没有想到2025年，对，变了，对，没错，你看现在变成什么？加拿大这个孟女士窜访大陆，然后21世纪最伟大的操盘孟女士访华。然后一己之力拖垮整个外贸行业，你看，然后记得当时老师跟我们讲的时候都快哭了。然后欢迎加拿大女企业家到访中国，欢迎加拿大领导。
这个近代历史第一课，他是温哥华人，简称华人。你看完全不一样，风向完全转变。对，好，那赵尔为什么风向会完全转变？你知道吗？因为第一个，大家觉得说，我们被坑了。为什么被坑了？过去几年的时候，大家都说，孟晚舟回来代表这个中国的精神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去买这个中国的产品，买这个华为的产品，但买到现在为止，越买越烂啊，大家气啊，气了一大堆人呢。为什么那么气？买到华为的烂货，所以所有气都发在他身上。对，没错。结果回加拿大，对，没错。那你看，他们都说加拿大公主访华，然后字正腔圆普通话，然后家住枫叶渥太华，你看就直接讲双押。我觉得中国人真的非常会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其实当时我也不理解哈。虽然美国制裁华为针对是中国，但是民众阵仗也不至于这样吧？也不想想他没事去加拿大干什么？也就是他真的就住在加拿大嘛，对不对？那孟晚舟访华1周后这个平安的回到这个加拿大，当年我是哭的你现在我才懂啊。好，那为什么这样说？你看他就说孟晚舟在温哥华拥有2栋豪宅然后购买大概价格大概是1820万加元然后孟晚舟被捕的时候，好，你叫我们买华为，他说他携带 iPhone 的手机。MacBook 的笔记型电脑，还有 iPad 的这个平板电脑，显示他是重度的苹果的粉丝啊！请问孟晚舟的英雄事迹是什么？哇塞！对啊，大家现在就完全醒过来了。他根本是在批斗孟晚舟。对啊，你是华为公主啊，你用的都是苹果的这个产品啊，那你叫我们买这个怎么对啊？你说你爱国，问题是你住在加拿大啊，你说你这个所代表中国，问题是你根本就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中国嘛，所以大家都开始骂他。为什么大家网友那么气？好，当年我就说，大家都说我们要挺华为嘛，那个被美国制裁，好，所以你看去年不是最红的是华为3折手机嘛，对不对？你看当时，赵文当时手机被炒到65万呢，一台手机65万，对，一台大概3万多人民币被炒到65万了，然后有人38万卖出，一天赚5套房，当时是这样子啊，就没想到你看最近这样。这个黄牛阴沟里翻船，然后电子茅台热潮过了，华为3折机价就跳水了，没多久就跳水了。你看这个时间，但这时2022年的这个9月11号，然后到9月23号，几天2个礼拜就跳水，所以就是说，你看当初很多人去买了，根本就当冤大头。好，当冤大头的时候，你看他当时华为3折机预购已经超过了300万了，对，看似3折，实质是奏折。你看讲的非常好听，对不对？这样就是好像皇帝奏折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好，讲，哇！你看我这个拿出去牌面，我敢说，目前来看，没有一台手机能够与之匹敌，无敌啊！真牛啊！对，无敌。好，说卖了300万只，对不对？好，那好预购，但是后来你看这是时间点，是他刚发售了2024年的9月好，这是什么？2025年的12月，他说。华为3折机的屏幕总销量已接近70万台。这边不是说预约超过300万？对啊，你应该300万都会卖掉，预约那么多人，是最后你隔了1年后，对，只卖了70万只嘛，所以跟他的预计有落差。事实上，当初华为准备真的非常多，但是就卖不好，他就后来什么？为什么会跌价？就是因为没有人要买。好，我们跟他比一下，你看他这个非凡大师，你看他16 G， 然后这个记忆体是256G 的，你看这个19900。然后这个是升级一点点的是21999， 23999这个一台手机，如果你乘以5的话，要10多万台币啊。我们来看对比 iPhone 16，人家128G 才5000多啊，6000不到啊，然后256 7000啊，然后这个512的话9000，这台是 iPhone 16呢。对啊，人家可以买你3只啊，所以我在说，大家去买这个手机都冤大头了嘛。好。那我们来讲，我不是说前一阵子华为推出新机吗？那新机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双11的这个手机这个排行榜。你看他们就直接讲苹果第1，断层第1，华为第2，这样一个状况。好，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到第1名是，你看iPhone 17 iPhone 17 Pro Max 啦然后在 iPhone 17，然后 iPhone 17 Pro， 你看全部前3名都是他们。对。然后紧接下来有荣耀啊，什么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对不对？然后又说什么？你看它这30款手机里面来说，华为 Pura 80等新品稳定前列你也想那还蛮前面的，可是问题是，我在哪里？前10名没有？没有啊，在这边才有啊。找到了。对啊，你看还这样吹，对不对？那吹这样有什么意义呢？你又不是前列的这个状况，对。所以我才讲，他们就这样讲。好，除了这样讲之外，我就说，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折叠机卖的好不好？你就从他下单就知道，这是他下单给这个相关的这个面板厂商。你看
因为之前要准备这个所谓双折机，所以它准备非常多。可是你看啊，它到了要出双折机之后，就开始爆量下跌。为什么？你看它的出货量原本从30%，就是要出给它的这个面板，然后从30%降到13%啊，所以就说它是崩坏。所以你从这个表你也知道，它3折机手机一定卖得很不好。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嘛。那你还一直说，哎，我们卖得很好，卖得很好，我就讲。没有在供盘啊，供能力杀你都已经很够了啦。现在他们已经没办法忍受啊，所以为什么你看今年就已经没有人讲到华为的手机，就是原因就在这边嘛。好，而且那不只是不能够讲哦，照你讲，你真的要讲还不能讲哎，你知道为什么？你看会被封号的。对，中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博客嘛，他们叫博主嘛哈，极客湾，他说什么？关于华为的新机，他说我们已经完成测试，但是不能够提。还表示团队就因此被迫放假，因为他用什么？他用的是他要测这一支手机嘛，我们就刚才推出了这个华为的 Mate 80 Pro 这支手机嘛。那我想，这旗舰机测试很正常嘛，中国骄傲应该测试一下，然后因为它里面用的是这个麒麟的这个晶片，然后他就说什么麒麟30的这个9030的这个性能非常好，我们还再次提升了42%，讲得非常好，对不对？好，那我跟他讲，他就要测试，但是测试完之后。人家一直在敲碗说啊，你给我看，就要说什么啊？这个就是我们被迫放假，所以呢，今天直播一个字都不能够提啊。那早这个测试完了，但是不能够提啦，不能够聊参数，还有能够说什么上手经验吗？但如果一个视频不能够聊细节的话，那是不是就不是极客湾的视频了嘛？对。然后试用一下系统，拍一下外观，然后跟你说这个现在这个生态，对吧？那谁还要看？就是说不能够聊9030的详细数字啊！他今天直接在直播上面直接讲，今天不聊9030，对啊，没错，我不要聊了，对啊，没错，你不要问我，对啊，所以就变成是这样，不能够讲。好，不能够讲的话，为什么它不能够讲？这就是实测的结果。它9030的在这边，然后 Pro 在这边，所以也就是说，你看对标上去的时候呢，它其实还输给了iPhone 的13的 A15啊，所以也就是还是 iPhone 13。所以你看，他就说有一个博主就说，其实性能还比不上 iPhone 13。它最新的东西，对啊，最新手机搭载的晶片，对，你输给 iPhone 13，是，现在都 iPhone 几了 ？iPhone 17嘞。但那所以你落后多少代？所以才说为什么中国网友不想用了？我跟他讲为什么这样说？我跟他讲，中国很多手机还能够用这个骁龙8，骁龙8的话，目前为止用的是台积电的3奈米的这个技术，联发科也是用3奈米的，那 iPhone 也是用3奈米的。那你知道吗？事实上，这个9030它用什么？它用的是中芯的7奈米啊，这个差太多了吧？这个笨蛋才会去买这个手机，所以才说这个大家已经受不了。你要我在爱国，你总不能让我手机用一用之后宕机，或者说用的时候就完全都没法用，它又热了，又烧了。对啊，虽然说现在冬天是很暖和，但是不是这样子啊，对不对？所以来说，为什么民众会有那种就是所谓对这个他的这个华为的心情呢，有一个反转？对，我觉得主要原因在这个地方。好，那除了这个对华为的这个心情反转，就是手机你这个推不出好产品嘛，所以我就讲。任正非才会说真话嘛？你看他是什么呢？他在上海的这个华为这个练秋湖的研发中心，然后跟他们一些所谓的相关的这个青年呢，他们是什么 ICPC 的全球优胜者，还有教练座谈。他们你看所以你看他跟学生或是跟教练座谈，他不会讲假的嘛？你看，而且他这个还有这个香港媒体播。对，照我跟你讲，中国媒体并没有播这个，是香港媒体在讲的。为什么？他说嘛，智者之言。然后香港这样华为任正非啊，那一直在说，我们智者之言哦，我们 AI 是要应用啊，不是在发明啊。AI 发明只是一家 IT 公司，应用是个强大的国家，所以开始讲我们要用 AI 的应用。好，那里面讲到什么最多？你看美国只是制裁华为，那中国大多数公司没有被制裁，还是可以用美国的技术、工具、生态、仪器仪表，还有这个晶片、流片等。这对中国产业发展是有好处的，我们也渴望全球化，能够享受站在巨人肩膀上。我们的自力更生是被迫无奈的，全要靠自己是不敌全球化的。我们在许多方面落后国内企业使用的晶片至少一代。正好你有没有看到他讲了什么？他讲的是说，我们还可以用美国的技术、工具、生态、仪器，然后这个仪器，然后晶片、流片。所以就是说，他是说我们很希望用啊。这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为止都要用美国的意思。那因为我们被制裁，所以我们没办法用，所以我们就落后大家了这样一个状况。好，那甚至他后来说什么？华为作为一个公司，容不下那么多人，
养不活，说不定还要裁员呐。哇塞，对啊，过去华为智者之言，对啊一开口就是这样。过去华为从来是不裁员的哦，它只是会就是所谓人才的优化。但没想到他现在居然说，搞不好我们有一阵子来说话，因为手机现在卖的不好了嘛，它会有一点困难度。好，那我跟他讲，事实上现在华为都在压住什么？它手机当然没有救了啦，它现在怎么办？要弄这个所谓的升腾晶片，就是要弄到 AI 去。好，那你看，事实上之前这个有媒体就报道出来，就说你看。华为升腾的产能开始爬坡，然后晶片组啦，然后台积电持续生产啦，但是 HBM 是一个瓶颈。好，那为什么是个瓶颈呢？中国做不出来，他要跟三星买。他就说三星已经跟中国出口了1140万个 HBM， 这个就是要给华为的啦。好，那华为呢可以满足160万个升腾的这个910C 的需求，但是呢，因为面临到供应的瓶颈，没办法再买了，因为美国已经不让他买这个 HBM， 所以进口的这个 HBM 会耗尽，中国接下来的这个 AI 晶片就没办法做了。所以简单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没有 HBM 的。好，那 HBM 来说，我跟他讲。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全世界最领先的是海力士，对，它已经做到 HBM4跟 HBM3，美光也做到 HBM3，然后那个目前为止的这个三星也做到 HBM3。那这个中国是说我们号称要做 HBM2，但目前为止看不到，没有看到影子，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东西。所以没有东西来说的话，你看我们就是说，这是在今年的8月11号的时候，当时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哦，他说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一个敏感的要求。希望放宽对高频宽记忆体 HBM 的出口限制，把它纳入中美贸易谈判的范围之内。这项要求是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带队所提出的。所以呢，他会提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做不出来啊，那做不出来的时候，所以我就跟你讲，为什么中国真的需要它的晶片？因为这些 HBM 用完了之后，中国就弄不出这个 AI 晶片。为什么？因为 AI 晶片就是上面有 CPU 加 GPU。然后加上 HBM 组成了一个大的 AI 晶片，那你没有 HBM 的话，你怎么搞？所以就是这样啊。所以只是光一个 HBM， 华为要断吹了，对，就卡住你嘛，直接被卡死不只是卡住华为，卡住很多中国的业者。所以我在讲，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川普要放宽这个让你买这个 H200，就他看准了这一点啊，看准了你就反正你没有 HBM 嘛。那你也没有这个新制程，所以你最后一定还是要买我们的东西嘛，非买不可，非买不可啦。不过我讲这个习近平呢，当然是他有他的倔强，习近平的倔强，对，倔强来自何方？你看中国，中国还有很多招可以对付你啦。他说什么？你看啦。他说《金融时报》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现在不要买啦，我们现在把这个华为还有寒武纪的列入我们的清单里面啦。就是说你反正就买华为跟寒武纪的啦，就尽量采用国产的半导体，就是我们政府的采购就用这样的状况啦，推动政府部门机构还有国企减少外国的这个技术这样一个状况了哈。问题是中国的晶片根本它的差距跟美国差距相当的遥远了。至少2、3年、5年以上，这个差距都有这么大，所以呢，为什么川普会敢放手 H200给你买？因为他知道嘛，你接下来你可能要面临断炊了、啊，我不给你的话，你也没地方可以用啊，所以我才说嘛，虽然说习近平很想倔强的对这个川普说 no， 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后来说，他嘴巴说 no， 但是私底下那些企业还是照样会去买 H200。宇轩，这样的话，中国政府不就出事了吗？第一个，你的技术没有办法跟上；第二个，你的爱国心没了。尤其对中国来说，技术没跟上，我们可以再学，但是你爱国心不能够少啊。因为中国现在最新的造合叫做反圣诞节，反圣诞节，对，你只要跟圣诞有关的任何元素，不管你是圣诞帽还是麋鹿还是什么的，通通禁止。所以你现在看到这是谁？这是我们的战狼精，我们的蝴蝶胶啊，我接蝴蝶胶。结果呢，他就被中国网友恶搞哭手，戴着一个圣诞帽放在他的头上。这是湖北的校园里面哦，直接发布说。通知各班的同学，特别是班委，不要发有关平安夜、圣诞节的朋友圈、QQ 空间、短视频等。我以为哦，你前一阵子你去管他们的情绪价值哦，你去管说那些中国人的情绪思想已经够 over 了。现在是跟你讲说，你连私人的空间、你私人的社群都不准给我发圣诞节，不能发。你知道发了会怎么样吗？退学。开除你的学籍，真的假的啦？真的啦，我没有乱讲啦。过圣诞节要退学的，对啊。那结果你知道吗？中国网友也是很不爽嘛，所以你搞什么飞机啊？所以呢，他们就故意恶搞，把他的每一个字哈，来
统计一下头像戴圣诞帽，12点把学号跟姓名扣0.5学分，感觉他是要执行官方的任务嘛，就没有，他把他每个字都戴圣诞帽，他把他的每个字上面全部都戴圣诞帽，所以下面人就说笑死了。然后你看很多网友又开始恶搞，为什么？因为以前最赞的战狼是谁？就是我们刚刚的吴京嘛。对。所以吴京最近呢，我不知道怎么这个战狼脚受伤了，然后掰咖跟中国现在的情况有点像，然后呢网友就开始批。帮他戴个圣诞帽，而且呢，帮他杯子也戴圣诞帽。结果你知道吴京做了什么吗？他不愧是战狼，只不过这一次他站的不是站的不是美国，也不是韩国，也不是日本他站自己人，他去检举报了。我是脚残了，你当我手背啦？照样他也是可以去检举网友。所以现在是连吴京都很怕。你今天如果真的披上，人家真的以为我庆祝圣诞节，对啊，那我就死定了。对，因为他是最近已经够黑了就是已经够臭了，不能再添一笔了。所以你知道吗？不能戴圣诞节怎么办？中国是风味的圣诞节中国最喜欢这样搞，所以开始很多网友开始搞说我有罪，为什么？因为你看他头上戴一个这个尖尖的帽子这个当然有人呢，这个你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头上也戴了一个尖尖的帽子，他说这是我们讲的圣诞帽了。这是什么？这是高帽子。对，这高帽子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文革的时候。对。哇，他们玩真的对啊，然后这个人更白直接写牛鬼蛇神。这原本是长这样，他现在把它变成跟圣诞帽一样。后面还变成那种圣诞老公公的胡子也都出来了。对啊，但只差这5星期不敢动了5星期动了就会出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所以他们现在会想个办法拐弯骂人。比如说最近有人呢就开始发一些我们讲的网络小说，他在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跟乌鸦有关。他说：“小乌鸦，小乌鸦，你怎么啦？”有一个小马问他那小乌鸦说：“我心态崩了，哭着说，上次为了喝一口水，我把石子一颗，然后哒就被消音了。”为什么被消音你知道吗？因为他把它写说叼进瓶子里，叼进瓶子里。对，那因为习近平的简体字的习怎么写？是不是这样写？对这跟这个叼是不是就很像就叼进瓶嘛，他们都叫他叼进瓶。但进瓶是什么？哪一个进瓶？不是我们现场这位帅哥进瓶是习近平的进瓶。所以叼进瓶子里就是乌鸦习近平，所以他就说你怎么敢提习近平所以马上把这篇文直接给消音。那你在网上绝对不能提到习近平。但中国网友实在太有创意了，所以他想出一个更好的方法，这个叫做呢摩斯密码。他们说我们用摩斯密码来冲塔，所以你看 ABCDEFG 到 D 都在摩斯密码，它用战术跟空白键代表长键跟短键。对，所以你知道吗？他们就开始发明了很多文字，比如说你看大家都在搜寻，代表说这个网络上很热。摩斯密码表，有人就发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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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第一行这个是 X， 对照过来就是 X， 第二个呢叫 J， 第三个叫 P， 第四个叫 X， 第5个叫 X。那赵文，你知道念起来是什么吗？习近平 XT 是什么呢？下台。习近平下台啊！习近平的肖像，央视。新华社一出来之后，开始都叭一排赞，真的我想你现在去看说上万的留言都上万的然后点进去全部都是赞。那我问你，你是官方，你是封还不封？人家给习近平赞，你封了，你对不起领导。然后你不给他封呢，你又知道他在嘲讽，他又在冲塔你又知道说他在跟你讲习近平下台。就现在中国网友用这种赞来表达愤怒嘛？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习近平讲了那么多话，你都没有点反馈吗？你们不是最喜欢我们讲的那个什么？我们讲弹幕在那边谈吗？怎么全部都是赞呢？但是我想，现在更讽刺的是谁？这个人倒霉了，这个叫黄渤黄渤呢曾经包括我们讲在影剧产业在各种产业都有他的角色。他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登上过春晚。你说宇轩现在2025年，这是旧闻，不对，因为2025年的时候，大家中国网友开始在朝圣这个2014年的春晚。为什么？他唱了一首歌，偏偏他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唱这首歌，叫做《我的要求不算高》。来，你看他现场的表演，哇！载歌载舞，他就在那边80米的小伙儿，还有温柔的老婆，他就在那边唱得很高兴的。来，各位，我念歌词给你听80米的小窝，有温柔的好老婆，听起来合理吗？对，这个要求不高吧？孩子能顺利上大学，职业有好工作，毕业有好工作，赞。这个要求算高吗？不算吧？不算嘛，对不对？对。但好像感觉有点开始尴尬了每天上班上都没有交通高峰，天天户外做运动，看未来的天空。我能挣钱，还有时间去巴黎、纽约、阿尔卑斯山。纽约现在不能去了因为你们跟美国人在吵架。我逛商场，我滑雪，商场都倒光了。你不觉得越看感觉背后的冷汗？
开始在直流了。因为当时2014年习近平上台2年的时候，黄渤在那边唱说我的要求不算高，就中国网友现在把所有人都摊开来看，没有一件事情做得到。所以而且你也仔细看，这个是一个预言。赵和，你看那个现场，黄渤在干嘛？黄渤在干嘛？他在原地踏步啊，他根本没有往前走啊。这是原地踏步。赵，你知道这首歌对中国来讲是什么吗？叫做神话。神话故事的神话，它是欧洲的童谣，中国的神话。所以你看网友啊说，请列举视频中一个比较容易实现的事北欧民歌北欧民谣中国神话故事。黄渤很灵性，看起来往前走，实则原地踏步。哎呀，我现在都没有好工作，孩子毕业就有好工作，对，他找不到工作，他还生小孩啊。而且你看到这几个留言下来人，除了很好笑之外，你看这个人2.6万个赞，一个留言2.6万个赞，对。北欧民歌10万人赞，对，对，每个都是万赞起跳哈。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他讲到心里话了。对，所以你发现原来中国人不是只会比赞的嘛，他们会讲话的嘛，而且讲话之后还会有回应的嘛，代表现在的民怨非常高，甚至他们觉得2036年可能都实现不了。所以中国官方呢，它有一个制度，什么制度呢？就是反正呢，既然呢我这个事情不能摊在阳光底下，我就通通盖起来。所以被眼尖的网友发现一件很诡异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举这个例子这是2024年，它有一个叫做公有制的这种高级评审，就名单里面的洋洋洒洒有一堆人名什么黄燕仪、周梦如、潘欣珍、李珍云。好，你看了之后，先把这个名字记起来。后来呢，他们公益彩券里面呢，受补助的对象又有一群人名你再把这个人名记起来。然后呢，包括各个赛事甚至最近有一个我们讲的6000万的标案人民币也在这边来。这个叫做1万个中国普通人民大全。来，赵，你把这个对起来，这是蓝色的，对，你把它跟蓝色的对起来，这是网上都找得到的黄燕仪，对，黄燕仪，周梦如，潘清真，李珍云，都一样。对，所以它就是复制，然后贴上，复制这个绿色的，然后把它贴上这个绿色的，复制，然后黄色的，然后把它贴上黄色的。所以代表所有在中国官方所公告的，包括你说中奖名单、标案名单、评委名单以及工程名单，很多都是从这1万个中国人民普通百家姓直接复制贴上，就是官方把这些内容全部造假。所以当今天你想想看个场景，你说宇轩这有什么大不了吗？有，我跟你讲，比如说我们金马奖公布评委，然后评委的里面有黄晓明，有呢陈春娇，有那个我们讲的邱万华，然后就你查了之后发现全部都查无此人，都是假的。然后问官方，官方跟你讲说，因为我们要保护这些人的身份啊，所以我们通通都用假名，全部都是用这种万人名姓直接复制贴上。那我就请问一下我们刚刚讲这个案例，如果台湾跟你讲说有一个1亿元的工程标案、2亿元的工程标案，最后评委发现到被抓到查无此人，都是这个万家姓复制来的，那我就请问一句最简单的问题：中国如果连这个都能造假，都能够遮掩，那到底还有什么是为真？嘉文哥，现在中国人民也过得太惨了吧？在国内这种欺压，他们想说到国外可以吧？我到俄罗斯可以吧？结果我们前几天在讲俄罗斯的黑警对他们多么的狠，结果不仅黑警你看到这个画面，这是有个中国人到了俄罗斯，他去哪里？圣彼得堡的中餐厅吃饭，开开心心的进去吃饭嘛，就没想到俄罗斯人超级不友善，他直接指着这对夫妻直接指着这一对中国人讲说，你们根本就像老鼠一样到处跑。他讲中国人是老鼠，甚至还说你们中国人最好和我们好好交朋友，甚至他所有的不雅手势全部都比得出来。好，照理来说，中国人是不是要报案？报案之后，警察隔超级久才来之后，他什么事都没有做。这中国人真的也太惨了吧！套用我们这里的用过的成语叫做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真的是过街老鼠。就是说他被比喻成老鼠，形容成老鼠，意思就是说他不被人家尊重那这里你想想看换一个场景，台北的百货公司、东京巴黎的百货公司、英国的那个哈罗德百货公司，以前中国游客去的时候，成这个什么一大批的去那边，然后呢大撒币，对，买这个买那个，那个时候他们会被这样看吗？不会啊。对，现在这些中国游客被俄罗斯人都看不起一副那个不屑跟他们同桌的那个姿态，因为现在没有大款的中国游客了，现在的中国游客又少又没钱。对，比如说，据说来台湾的时候比如6个人围着吃一碗冰
然后呢，他们住的旅馆也是他们自己人投资的，对一条龙，对不对？对你当地根本赚不到什么钱。哦，就是类似这种情形。所以呢，现在看起来中国的游客变少，而且没有购买力，没有去那边大撒币、大花钱，投射出来的是中国自己内部的购买力不行。哦，然后呢，他们在管制这个出国旅游。对，好，然后你想想看，他不买台湾的凤梨，不买台湾的那个水产品，哦，不买澳洲的红酒、龙虾，对不对？为什么？他在管制他的外汇的开支。对，为什么？因为没钱了。没有钱。现在表面上他的外汇储备大概3.3兆，从3.1、3.2升到3.3兆美元，但是呢，他的外债哦，有的说是2.7兆，有的说2.9，有的说2.5。那你看看，你把你的外汇，这些是别人的钱了，你借的钱，你跟银行借钱的话，你的账户里面会有钱了，但是你有负债啊。现在如果你把他的那个外汇储备扣掉他的负债，他所剩不多啊。所以他现在的话要这里省那里省，对，然后他就说啊，你这个台湾的政府是比如蔡英文政府、赖清德政府搞台独，所以啊这里不买那里不买，这里管制那里限制这样的。他以政治理由，他其实我说他骨子里是没钱呐，因为他很多钱被高层那个洗出去了。除了这个问题以外，中国人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国民素质问题。你看他们的国民素质哈，比如在街道上有人出的状况，他不会去救他，因为他们怕被碰瓷。对，哎，他们的很多国民素质跟我们无法想象。我们都知道俄罗斯跟中国因为有油的关系，没想到中国的这个船只去帮忙运油，哎，今天竟然发生这件事情，乌克兰竟然把这个俄国的影子船队，等于是中国船，直接把它油轮给炸毁了。然后出现的问题是上面有很多中国人，就中国的船员，当然也有什么孟加拉啦、柬埔寨啦或者印尼啦这种船员，然后发现呢没有人去照顾他们，没有人去救他们。你看我们会救灾嘛，如果你有什么那个灾情的话，我们都会这个捐款啊、救灾啊干什么？对。而这些人的话没有得到一些人道的那个援助或者救灾，当了救灾来给他救，为什么？他被看不起嘛，然后被冷落嘛，被放在一边嘛。然后呢，乌克兰的话是看成你是俄罗斯的船，所以去炸你，对，攻击你。然后后来发现原来上面的人是很多是那个中国人的，哎，对，这些在逃的都是什么？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想说，哎，我帮忙运而已啊，就他等于是像是什么？全部人都在逃难，甚至还有人死之外，你等于是被俄罗斯玩呢？我不是帮忙你吗？哎，中国有两种人，一种叫低端人口，一种是那个有掌握权力的那些干部、高干等等。这些上面的人过得很舒服，透过权力能够过很奢侈的生活，但是底下的人呢是被压榨的人，被剥削的人。共产党来了，他们其实没有比较好，反而是被共产党剥削。共产党把资本家打倒了以后，自己去当资本家，去剥削无产阶级。你会看到中国社会有很多底层的人还是贫穷人口，还在那边讨生活，日子不好过，甚至于到外面去接各种工作，然后呢，到时候出了状况也没有人去理他们。就是他底下的人口很凄惨，上面的人话吃香喝辣，然后把钱洗到外面，你会看到中国社会是一个撕裂的社会。建明，我们刚刚讲，现在中国人民在国外真的非常惨，结果更惨是什么？原本中国以为的好兄弟，现在也要翻脸了嘛？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巴铁兄弟，没想到巴基斯坦现在竟然出现了类政变。我们叫类政变，现在他们出现第一位三军，真的可以管三军统帅人。结果就是这一位军人，这位军人是什么？他竟然是亲美派的强人英雄穆尼尔，现在变成他本来就亲美派，那这样子等于他跟中国关系不就要翻了吗？而且这一位穆尼尔，他现在是巴基斯坦65年来历史上第一位这个已经有这个应该不能说是第一位，65年来的是这个有史以来他肩膀上挂了5星上将，对，也是陆军元帅。他是陆军参谋长兼国防军的这个总司令，国防军总司令什么陆海空三军都得他管，然后甚至还有一个这个战略核武的这个司令部啊，这个司令也必须由他推荐点头是谁才能担任。你看到巴基斯坦的这个总统扎尔达里跟这个总理谢里夫亲自把这个军方最高的权柄交给了这个穆尼尔。你要想想看，巴基斯坦自从他这个独立建国以来，他历史上除了1958年和阿布尤汗靠着军事政变上台，军人出身的这个强人将领，然后第二次军事政变是1977年了，当时的这个哈克将军，到了1999年。
穆夏拉夫，这3个都是靠着军事政变、有流血政变才上台，而这位穆尼尔，他竟然不用在这一次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费一枪一弹。你看到他今年6月、8月、9月，他跑了3次美国。他6月18号的时候还在白宫直接单独见了川普，而且你要觉得奇怪哦，就是说，照理这是总理、外交部长去美国做的事情，怎么会有一个军人、陆军参谋长，那时候他也不是国防军总司令哦，竟然由穆尼尔亲自来做，然后而且不止谈军事，还谈经济、贸易啦，还有谈科技还有稀土嘞。对，最后在9月的时候，还真是直接拿出来稀土。在9月这一次呢，跟美国川普谈得很愉快。你要知道，川普在第一任2017年他那一任任期，曾经批评这个巴基斯坦。然后还说啦，要那个美国要断绝这个对巴基斯坦军援。没想到这个次巴基斯坦这3次的这个穆尼尔访问之后呢，川普在9月穆尼尔第3次访问之后，竟然直接称赞说巴基斯坦是一个美国可靠的反恐伙伴，忠实卓越的反恐伙伴。你看态度批变，所以说明了他跟美国的这个关系也开始去拉拢，走这个亲美派。为什么巴基斯坦要做这样的一个转变呢？你想想看。西边有阿富汗神学式的这个塔利班政权，他在最近呢，在巴基斯坦跟阿富汗边境最南端这边关口，他发动了700个这个武装民兵在那边闹事。那东边呢，就更不要说印度，在今年5月的时候，是不是跟巴基斯坦发生了这个边境战争？对。虽然巴基斯坦空战大赢这个印度啊，也造就了穆尼尔这个时代，因为他战功彪炳嘛，所以。美国人也信任他，你不要忘记这个红色的这条线，从中国的新疆一直拉到这个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这个叫做中巴经济走廊。然后“一带一路”中国的政策推行下，砸了620亿美元在这边，那巴基斯坦也不会去公然跟中国翻脸，但是偏偏就让你中国花了那么多钱，瓜达尔港还有中巴经济走廊，所以现在靠向了这个美国之后呢，当然也相信会令这个中国大陆他看在眼里会很不是滋味。所以，当巴基斯坦的这个转化为穆尼尔时代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接下来他是不是在这么支撑的这个中国，还是开始跟美国一些合作？因为如果给他稀土资源的话，巴基斯坦是一直用中国的技术跟设备，当中国用稀土来管制、来掐住美国等国家的时候，巴基斯坦这时候会不会成为稀土管制战略的一个大破口呢？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